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相同是古裝劇，38歲趙麗穎與39歲楊冪比照，差異顯現。趙麗穎在《小城大事》中飾演的李秋萍，用細節演技打動人心；楊冪在《生萬物》裡突破自我，塑造了從大家閨秀到農村婦女的蛻變。兩位85花用實力證明，站得越高，越要用作品說話。又到了85花們的黃金年代啦！趙麗穎一舉拿下金鷹獎最佳女主，緊接着唐嫣也獲得了金熊貓最佳女主，接着楊冪也摘得了金天鵝最佳女主，辛芷蕾那更是不簡單，直接拿下了威尼斯影后獎。看到這些女演員陸續得獎，心裡雖然為她們高興，但也不免有些擔心。每次站得越高，意味着被關注的人越多，所以以後出的每一部片子也會比以前更注重她們的演技啦。近段時間，這幾位女明星幾乎每人都帶來了自己的作品，熱鬧非凡。比方說，唐嫣的《人之初》，楊冪的《生萬物》，還有正在火的趙麗穎的《小城大事》。不過，唐嫣演的劇風格跟另外兩位的差別挺大，所以我就主要聊聊楊冪和趙麗穎這兩位的作品感受吧。而且現在的年代劇越發精彩，觀眾的範圍也變得越來越廣。再加上這兩部年代劇都是由當紅的一線女星趙麗穎和楊冪主演的，嘿，就更吸引眼球，也更容易引起熱議了。其實，趙麗穎和楊冪的演技早在醬園弄的時候就有人拿出來比過了，畢竟這倆人難得碰面，更別說在一部電影裡一起演出。所以一看到電影上映，看到他們兩人都在裡面演出，很多人就忍不住開始琢磨誰的演技更棒點。畢竟每個觀眾的喜好都不一樣，所以對這兩人的演技，大家看法也五花八門。這次也是如此。趙麗穎在《小城大事》裡飾演了基層幹部李秋萍，而楊冪則在《生萬物》中刻畫了農村婦女寧秀秀。兩個角色都扎根於那個年代的背景，把他們擺一起看，明顯能感受到趙麗穎和楊冪在表演上的風格不一樣，也能看出來他們的角色跟他們的演繹挺搭的。咱們先聊聊趙麗穎飾演的李秋萍，這角色可以說挺有層次感的，演得挺到位的。趙麗穎飾演的李秋萍是縣裡唯一的大學生，還曾去法國留學，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了。為了更好地符合這個角色，她專門留了5年的長髮，又剪成了80年代那種標誌性的齊耳短髮，打扮得樸素又有文藝氣息。不僅如此，她還把膚色曬得更黑了，身形也調整了一下，連指甲縫裡還專門做了嵌泥的細節，看起來特別逼真。對趙麗穎來說，像李秋萍這樣的角色難度還挺大，挺考驗她的演技的。不過看了10幾集，趙麗穎把李秋萍這個角色還是挺精彩的演出來了。她去爭取粵海鎮書記一職，結果最後一票沒贏，心裡其實挺難受的，可表面上哪敢露出來，嘴裡還硬着說沒事。那一幕讓許多觀眾都忍不住聯想到自己剛畢業時滿城碰壁的模樣，李秋萍真是讓人看着特別心疼。李秋萍一到粵海鎮擔任鎮長，雖然表面上眾人都表現得挺熱情歡迎她，但心裡到底怎麼想的，誰又能知道呢？其實心裡並沒有多喜歡她，李秋萍其實都能察覺到那些藏在心底的抗拒，但她表面上還是裝出一副開心的模樣，沒有把心裡的情緒表現出來。就像第一次開會那會兒，她用法語自我介紹一樣，她還堅決地表態，我不會離開粵海鎮的。雙引號。也許不少人覺得這段表演不過是很平凡的小細節罷了，不過就是這些看似平淡的小事情，反而更能展現趙麗穎的演技啦。接下來還有一場戲，趙麗穎扮演的李秋萍發現
劇中黃曉明飾演的鄭德成書記的大哥在隨地扔垃圾，原本按規矩要罰你5塊錢，看到鄭德生家裡的情況挺拮據，連一間正規房子都沒的，他那眼神中滿是憐憫和不捨，剛這一段就讓不少觀眾忍不住落淚了。後頭那場戲裡，李秋平特意反對高雪梅的印刷廠繼續生產，還叫他們趕緊停產，氣氛挺緊張的。這場戲也是目前整部劇裡最緊湊、最引人注目的一段。那會兒現場一度亂成一鍋粥，李秋平這個角色的性格也成了觀眾熱議的焦點。有人覺得他這角色就像個莽撞的小伙子，幹活沒啥靈活性，就跟劇裡鄭德成對李秋平那種感受差不多。不過，也有觀眾覺得，正是因為有像李秋平這樣的人存在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按照規章制度去操作，把事情往更穩妥的方向推，確保發展得更順利。而且在這些戲份中，有時候趙麗穎扮演的李秋平基本上就像個配角一樣，鏡頭裡也沒專門給他做個特寫。就算這樣，他還是一直保持着戲裡的那份情緒。比如印刷廠的工人跟城管發生了衝突，他站在一旁，邊仔細記着事情經過，邊露出一副挺焦躁的樣子。後來他跟鄭德成一起騎車去縣裡，摩托突然熄火，看到他那一瞬間的表情，既有點委屈，又帶點堅挺。其實他眼眶裡已經有淚光閃爍，忍着就是不肯掉下來。大概李秋平這個人物沒有黃曉明演的鄭德成那麼油滑，也不像鄭德成那樣是個看起來更具難度的角色。其實這類看起來挺容易的角色，反倒是最難把握。只要是真心看過這部劇的，都會覺得趙麗穎的表演確實棒極了。到2025年，楊冪主演的那部《生萬物》也是火得不行。這部劇不僅讓楊冪收穫了不少讚譽，還徹底扭轉了她的演技口碑，更是讓許多人對楊冪的刻板印象發生了改變。以前不少人覺得楊冪只靠偶像劇的演技混日子，因為她演過太多仙俠古裝戲，大家就覺得她還停在靠表情傳情的階段。而在《生萬物》這部劇裡，大家實際上都看得出楊冪的確有了明顯的提升。剛開始看到楊冪飾演的寧秀秀的定妝照，許多觀眾都覺得她還像是在演自己似的。她臉上依舊透露出一股細膩的感覺，即使換上了鮮豔的大紅棉襖，梳起了盤頭髮飾，即使如此，也掩蓋不了她作為時尚女明星的氣場。其實一看就知道，楊冪這套搭配完全符合角色的設定。因為寧秀秀一開始是個大家閨秀，出身豪門，生活過得安逸到極點。等到後來，她和大腳結婚之後，也就變成了農村婦女那樣的日子。可以很明顯看到，寧秀秀的樣子逐漸在悄然變化。比如說，她的皮膚逐漸變黑了，手也開始變得粗糙起來。她把頭髮給剪了，就連說話的腔調也跟着變了，明顯不一樣了。為了把這個角色演得更逼真，楊冪之前在農村待了整整4個月，親身感受生活。她還特意研究了農村婦女的模樣、走路的姿勢，甚至學習了編織那些手藝啥的。正是因為她完全投入到角色中，才展現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農村婦女形象。一演到扮演老太寧秀秀的時候，這份感覺就更加強烈了。雖然老年妝能畫出來，但楊冪眼裡的那份故事感，可是只有她自己才能表現出來的。看到楊冪演技有所提升，大家也都真心覺得她確實在下功夫學習。其實啊，楊冪和趙麗穎這兩人性格特別像，幹事也都挺拼的。之所以他們兩個都保持這種認真的工作態度，才讓大家看到那麼多精彩的作品。